说起闽菜，您是否感到有些陌生？但是，一说到闽菜的代表菜佛跳墙，您是否就垂涎三尺了？除了佛跳墙，闽菜还有很多适合家庭制作的家常菜，您想学学吗？本期健康新时代特别邀请来自福建的陈大厨，教给您做正宗闽菜。沙茶牛肉是您不得不学的传统闽菜，牛肉经过上浆后特别滑嫩，再加入沙茶酱炒至入味儿。牛肉中带着海鲜的滋味，绝对是您从没尝过的好味道。牛肉滑油后，剩下的油应该怎么食用？营养师顾老师告诉您既安全又省油的好方法。软溜草鱼是您绝对不可错过的好菜，用软溜的方法处理草鱼，即便是没有上浆，也可以使草鱼肉软嫩无比，而且没有一丝土腥味儿。这最后的烧汁可是闽菜的特色，汤汁浓厚，酸甜适口，和带有清甜味道的草鱼那可是绝配。你想在家就吃到正宗闽菜吗？请锁定本期的健康新时代。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今天这里进行的是大厨烹小菜。今天呢，给人请来一位大厨，教你烹的是闽菜。说起闽菜呢，我们大家认识它都是从这个佛跳墙认识它的。不过说实话，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中呢，尤其是北方的餐桌中，很少出现闽菜。我们出去上饭馆里面吃饭呢，也不知道这闽菜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那今天请来一位大厨，教你在家里面怎么做好吃的闽菜。这位大厨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烹饪大师陈琦陈大厨，欢迎你陈厨。老朋友又重新做客节目了，带来的是您的家乡菜。是，您是福建哪里人？我是福州人。你看，今天这个菜呢，不可能不正宗。福州人教你做正宗地道的闽菜。那么，关于闽菜，我们该怎么吃呢？它有什么样的营养特质呢？给您请来一位营养健康老师，我们的顾平顾老师，主治医师顾老师，欢迎你。大家好。顾老师以前在饭店中点没点过闽菜？很少点，因为我对闽菜的了解呢也是非常非常少，只是感觉那个菜呢好像比较清淡一些，然后呢跟咱们北方人这种重味的这个味道啊有点不太相同。其实正因为清淡，我们也看到陈大厨的身材跟其他的大厨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是比较清淡，清淡一点，长得不温不火的，是没错。是我这长着急了，是不是？没有。咱闽菜再来两道，第一道是什么名字？第一个是这个叫做沙茶牛肉。沙茶牛肉，闽南人最喜欢的家常菜之一，牛肉滑嫩，滋味十足。特别要介绍给您的是沙茶酱，这种酱是潮汕、闽南地区做菜吃火锅常用的调味料，主要用鱼干和虾米与大量香料炒制而成。沙茶酱口味特别，鲜味十足。在家做肉类、海鲜类食材时，您不妨用上点沙茶酱，绝对会带给您不一样的好滋味。沙茶牛肉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说沙茶酱，我就觉得好像广东啊、福建一带很经常用到。是。那今天和牛肉一起来配，我们这个牛肉用什么地方的牛肉呢？琉璃脊。我们还是最主要这个沙茶牛肉，还是要牛肉要有种润滑的感觉。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等下还要制作上浆了、滑油了，这一道程序是必不可免的。没错。最主要是还是一点，就是说你要吃到这个沙茶酱的味道。先给它改刀。好嘞。我们先把牛肉切成片。牛纤维是比较细长的，我们看到长长的一个牛纤维。没错，咱这个切的片是薄片还是厚片？薄片。就这样切成一片一片就可以了。其实大厨，你看，今天我们做这个沙茶牛肉这道菜，在福建人生活中是一道能上宴会的菜，还是一道家常小菜？应该是最早还是属于那种家常菜。家常菜。沙茶酱是闽南那边应该吃的比较多一点，跟我们福州可能还有一点区别。但是后来就是说这个整个在福建省都吃的非常多。你看，今天给陈厨请来就对了。北方人的家庭中呢，可能还没吃过沙茶牛肉，那么陈厨今天一点点教你做。要说起牛肉，很多营养学家都告诉我们说，你宁可吃牛肉，也不要吃猪肉。为什么说好像是这个猪肉会让人胖一点，对，它比较肥。你像比起来，我们猪肉里面的脂肪很多的，吃起来口感好，炒出菜来也比较香。不论是瘦肉还是肥肉，这个猪肉当中脂肪含量都不少。那么你要牛肉跟它相比啊，它就是比较紧凑一些，蛋白质高，高蛋白低脂肪。那么怎么打比方呢？牛肉当中的脂肪4%-5%，猪肉就30%。同样是瘦肉，你看差好多，差好多。这个脂肪我们知道吃起来很养人的，所以就容易胖。一般像我们讲的，如果生长发育当中的孩子，你最近觉得他，
体重啊、身高，想让他长得高一点，吃牛肉；如果最近想让他聪明一点，吃猪肉。那今天啊，搭配沙茶牛肉里面的牛肉的一种蔬菜呢是芥蓝。对。芥蓝在福建菜中经常会用到吗？是，这是应该是属于广东的芥蓝。广东的芥蓝还是不一样。我们的芥蓝菜呢比较小一些，就是说叶子比较多一些。而且我们吃的话是带着叶子一块炒。你炒这个沙茶牛肉的时候，你带着这个芥蓝叶子吃，非常好吃。就完全叶子茎都一样的。对，不同于芥菜，完全不同于芥菜。那咱首先这个芥蓝菜呢，我们要把它去掉这些叶子去掉，然后呢，你在家里呢拿刮皮刀给它一刮，把这个皮因为比较老，皮不能吃，没错，要刮皮。是，它可能是感觉吃起来有筋。老，所以说你把它夸掉就可以了，轻轻的一夸，然后剩下的就是当，对，这个样子了，就是这样子。把绿色的膜去掉，变成这个浅绿色的一个。然后我们把它切成这样小片，稍微一修饰，就是跟牛肉一样的造型。您在家里的话，可能不需要修饰，咱怎么样都可以吃，是不是？没有边角料，但是可能是我这个是习惯性动作，在酒店里做了，会把这个皮稍微一修它。那其实说起这个食材，老师告诉我们，它有没有一些自身的营养特点？芥蓝呢，一般咱们为什么北方人不爱吃？它苦。它有那么一点微苦的味道。其实苦味的菜呢是很好的。现在我们发现，只要是带苦味的菜，基本上都是防癌。防癌的。那么不仅防癌呢，同时呢，苦味在于咱们比如说像比较燥热的环境下吃呢，它可以清火败火的。对你像我们夏天很愿意吃它，没错，败火的菜，就像苦瓜是一个道理的。一个道理的。好，那么这边呢，我们要给这牛肉啊，先简单腌一下它。对，加点料酒。稍微来点盐，加底味，一点点就可以了。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打一个鸡蛋，然后稍微加点蛋清。其实大厨每一次啊，我看您操作的时候都是蛋清蛋黄，有的时候不是同时用的。是。您能告诉我们这时候上浆为什么只用蛋清吗？首先是蛋清呢加进去的话，它是使这个牛肉它使劲打它抓它，能够让它更加牛肉口感更加润滑一些，它可以分解牛肉里面的这种对上劲，就是我们就是普通话讲上劲这样，就是这么讲。你去试一下，这个做出来腌制出来的这个，不管你是猪肉啦、牛肉啦，口感肯定会比你这个只用普通淀粉来做出来的口感要好得多，就是要嫩很多。要嫩很多。好，在家里面这招要学会了。我们先把这个芥蓝呢焯一下水。对，其实这个芥蓝焯水的目的，轻轻的焯水一下，去除一下苦味，然后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白糖，因为毕竟那个芥蓝啊，你只要处理不好，它那个苦的味道，对，有苦头的。那不爱吃苦的，对，会不喜欢。然后我这边的这个还要稍微加点淀粉。这时候加淀粉的主要目的是加淀粉，那它就是说它炒出来的时候，这个牛肉滑油出来的时候，牛肉表皮不会那么干，它比较润滑。就是说因为淀粉它能够锁住里面的水分就不出来了。你要滑油一会儿，所以用淀粉来当一个保护膜一样，包住牛肉。是不是这样的营养物质也不会流失？对，营养物质也能流失的少一点，因为油一高温的话呢，牛肉当中的水分啊，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就出来了。我们用淀粉啊，用蛋清都把它裹住了，这样的这个肉也嫩。你像一般在家里做肉，我们有的时候未必都能吃到鲜肉，比如说从这个冰箱拿出来的冷冻肉呢，最好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上一点淀粉，水淀粉，上一点点蛋清，这样做出来肉呢，味道比较好嫩，最主要好消化。它有助于分解里面的蛋白质，这个老人啊，他消化就比较好。这边收花间，我们的芥蓝呢已经焯好水了，给它一个一个的取出来。其实，在南方好多地方是不是也晒这个芥蓝的干儿？是不是？对，有晒那种干儿。那个晒这个干的话，一般都是用刚才那个讲的这个芥菜，用芥菜晒这个干比较多一点啊。好嘞，咱锅中来点油，准备开始滑油了。今天用的油呢是健康新时代的给您重磅推荐的胡姬花古法小炸花生油，它有浓浓的花生香味，因为它是用古代压榨油的工艺做出来的，非常适合家庭烹饪。希望你在家里面的时候试一试。好，这边滑油的量不用太多，油不用太多。在家里的话，我也会准备上一锅油放的，有的时候滑油啦或者炸东西啦，然后再把它再倒回去，您可以接着反复使用。你每次做这个油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我有剩油，有的剩油呢是可以用的，但是呢要记住，每次在烹饪的时候要添加新油。每次添加新油，对，因为反复油炸呢，它会形成多聚体。如果你在添加新油的时候，它就顶多形成二聚体了。这样呢，越长链的这个致癌物越多嘛，所以我们就添加新油是一个办法。添加新油，每次少放一点，因为用的时候还会用一些嘛。
好，滑油的时候是在油温什么程度的时候把这个？油温一般就是3成热的时候。那就是说还没怎么热。对对对对。那3成热就是说，我感觉您好像刚把油放进去，没刚把油就放进去没多久，然后就可以。但滑油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一开始你把这个放进去的时候先不要动它，稍微等它定型，稍微这样动的时候，等着表面凝固的时候，稍微有点感觉熟的时候，您可以稍微动一下，要不然的话，它这个淀粉全部都脱落了。你要是一开始动它的话，使劲搅它的话，就全部脱落了。听到没？所以说您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这种烹饪技巧。没错没错。这时候我们滑油的时候，这个火要用小火，小火来滑油。好嘞。咱滑油呢，不用等它全成熟，是不是？不用成熟，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炒制它。简单滑一下，就是轻轻过一下油的感觉。对对。好，现在我们的牛肉呢已经滑好油了，接下来呢开始正式的烹调它。来一点油。就是咱要热一下锅嘛。再热一下锅。热一下锅的话，这样炒出来就不会粘锅。好，记住要提前的把锅润一下。这个是切好了葱姜蒜。这时候我发现你的底油没用太多。油一点点就可以了，一点点就可以。先把葱姜蒜炒香了它。其实这个沙茶酱在这个广东菜包括湖南菜中常用。它这个是用什么做出来的？您知道吗？它最主要还是有一些什么大地鱼啦，或者干贝啦，或者一些复合的调味料，然后来做出来的。就是还是主要是用一些海鲜之类的。海鲜之类。您在家里炒的话，您可以第一次做的话，你可以先少放一点沙茶酱，你来感受一下这个沙茶酱的味道到底有多浓有多厚。我发现您今天用了半汤匙吧左右。半汤匙多一点，对，因为我们这个原料，然后呢，您烹一下料酒，烹点料酒对，烹一下料酒，然后再炒一下，把它炒香了，然后呢，先炒芥蓝，对，然后把我们的芥蓝放进去。可这时候我们不先炒牛肉，不担心这个芥蓝炒老吗？不会，芥蓝因为刚才稍微穿了一下，不会说很老。好，这时候要加点汤，稍微加点水，一点点，稍微来一点就可以了，一点点。这时候呢，让它稍微煨着，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来调料，加点生抽，生抽来一点点好，这样的颜色，来点白糖，白糖可以稍微多一点点。我还以为您这道菜是道快炒菜，这么说这道菜带一点点就是来点基本，其实是主要是为了把这个也算是快炒的菜。我们在家里做的话，最主要是为了把这个芥蓝稍微给它烧一下有味道一点，有点滋味。这个是我这种感觉这种经验来看。OK，就是说你用这一点点汤水呢，使这个汤底的味道、沙茶酱的味道渗透到芥蓝里面去。对。好，来一点牛肉下去一道家常小菜就是。对，好嘞，翻一翻它。这时候炒它的时候是用大火还是小火？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首先要感觉一下哈，这个菜其实颜色应该稍微重一点。如果说您感觉生抽的话颜色太淡的话，您可以来一点点老抽。老抽就是上一次上的比较但也不能用太多，不能太多。这是用来上色用的。对，而且是一道炒菜，您不能弄得太浓油酱翅了。好，我们现在就可以了。OK，然后稍微滴点明油。一炒它再来点油。好嘞，准备好一个盘子，我们今天的沙茶牛肉第一道闽菜正式的出锅，来自于陈大厨。我们能闻到那个牛肉的香味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沙茶酱的味道，好像。这个沙茶酱还是有一种什么捉也捉不住的鲜。对，它就是鲜美，而且有点这个好像就是海里面那种鱼腥啊，带着那种鱼味儿，就是海浪袭过来了，又一次袭过来了。对。好嘞，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其实这个牛肉呢，吃起来的时候不像我们经常吃的那种牛肉纤维那么粗糙，反而是嫩嫩的。而在每个纤维中，我们依旧能体会到那种沙茶酱的那种沙茶本身的味道。对，可不可以咱们做这道牛肉的时候用水滑呢？但是水的这种感觉可能跟这个牛的感觉是截然稍微有点，因为水滑出来以后感觉有点黏，但是你就要处理的好，比如说你这个水要宽，就是水要多，水温不要太高。水温就是刚刚开始烧沸的时候，你一看开锅了，你或者倒一点小水进去，倒一勺水进去，让它就是刚刚沸的时候，然后你把这个肉上浆一定要上的粉正好，然后轻轻的放进去也是这样不能动，等着这个它开始表面上已经这种凝固的时候，你轻轻用筷子搅它就可以。然后捞出来以后，还有一点
你用冷水赶紧过凉一下，过凉，对，定型，它会口感更好一些。口感更好，没错。其实这道菜呢，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要给它提前上浆，才能出来这个肉这么嫩。那么今天陈厨呢一口气带来了2道名菜，第2道呢也是您的家乡菜，什么名字？大厨？第2道菜叫软溜草鱼。软溜草鱼，草鱼眼前摆着的这一条，可软溜是一种特有的闽菜的烹调方法吗？是，这个也是一种烹调方法。你要溜，有什么炸溜、什么滑溜的，什么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溜法。我们这个叫软溜草鱼。软溜草鱼，现在就教你做。先得把这个草鱼，这个是我们市场买回来草鱼，宰杀干净的。哎，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头去掉。不要用头吗？这个不要用头。我们要绝对是鱼片，还是说怎样？是鱼肉，全部是鱼肉的那种。这个其实的话，在我们这边，这个菜可以做2次，边做边的，然后再把这个鱼身上能做2种不同的菜。看看大厨这第一种怎么做？先把这鱼肉片下来，先把鱼肉用抹布垫着它用抹布抓着它，首先它不会滑，免得你等下误伤了自己的手。哎，没错，您片这个鱼肉的时候，我感觉信手拈来啊，这个非常容易片吗？还是说有技巧？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你只要顶着这个骨头切就可以了，非常好片。沿着这个中间这个大骨。对，好 ，OK。然后这不是一半下来了，然后我们来做另一半。好，也是吧？也是这样子先来一刀，然后呢就这样片下来。对，很简单了。非常简单。我觉得在家里做这道菜的时候，就怕这个片鱼肉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因为就觉得好像是摸起来特别滑。用个抹布顶住了，你用个抹布抓着它，对，抓住它就非常简单，然后劈开，使劲儿你看这就 OK 了。其实我觉得剩下来这个骨头还有这个鱼尾咱不能浪费的。对，剩下鱼尾，我们福州有一种这种非常特别的一种叫笋丝，笋丝就是用笋发酵，腌，然后就是出来的是那种酸酸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开胃，很酸，真的很棒，真的很棒，真的。但是只能馋着我们这道菜还是要落在实处，因为在我们北方想吃闽菜，这道菜完全 OK， 准备好草鱼就可以了。对，准备好草鱼就可以，然后我们把这个鱼腩这部分的鱼骨头也给它片下来。就是说这个黑膜的位置是不是？是不要它。这个就是到时候我们洗的，你要做这个鱼骨头中间的时候。我们洗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洗干净，黑膜已经去掉。因为今天我们不做这个汤，我们先往旁边一放。好，我们给它再片下来这些大鱼刺也给去掉了，把它大鱼刺也片掉。一定要小心粗糙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对，您在家里的话，您可以怎么样做，您都可以，感觉就是把这个骨头片下来，就是把这个肉取下来大块的鱼肉哇，带着皮的这种。然后就这样是2块，2大块首先呢，我们是这样子改一下刀，这是中间轻轻的划一刀，再划一刀。在划一刀的时候，我们把它切下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鱼片大的鱼块了。这是鱼块，这是夹刀的。中间先改一刀，然后隔着这样子，差不多能有2公分左右，你再隔一刀。就是这样子的话，它中间的鱼肉比较容易熟。我们这个叫软溜，就是这个鱼肉鱼非常软，非常嫩，它不像说经过炸了或者经过这样的。或者说煎了，这样才做出来那么粗糙。这边呢，咱把这个粉丝提前泡好了，这是提前泡好的粉丝。咱在家里做，其实做粉丝的话，最好都要用冷水先泡一下，是不是顾老师这样？把它发胀，胀黄以后，然后再用热水烫，用热水烫一下。热水烫一烫。其实你不用粉丝，在家里你可以用点什么这种面条啦、意大利面啦，或者说普通的那种，但不要用挂面。或者方便面那种面，用点有筋道的有筋斗的面条，你可以烫一下。我们是把这个就是说这个粉丝垫在这个鱼的下面，是起到这个作用。我们是最后在底部的，对，在底部，然后吸鱼汤的，让鱼汤的滋味今天这道菜的主料呢是草鱼，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其实说这个草鱼，老师我想问一下，它有没有一些自身的营养特点？鱼呢，它都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咱们草鱼呢，它里面也是富含有维生素A 的，那么所以呢，吃了以后也是能够促进消化，促进人体的生长代谢，促进发育的。所以呢，一般我像福建人选择这几种食材呢，都对他们的这个跟他们的消化吸收的特点，我觉得有联系。草鱼就是一个好吸收的，所以他今天选这几个呢，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尤其是胃口不好的老人和孩子。粉丝烫它就粉丝烫好了，我们直接放在盘子底部来垫。对。粉丝如果说你感觉太长的话，你可以在家里稍微剪一下，要不然的话，等一下夹起来的话，可能会感觉比较费事。烫过的粉丝呢，看上去更晶莹剔透了，看到没？好像都发着光一样。放在一边。这时候呢，我们往这个汤里面加点料酒，
那我们要用那个汤吗？一会儿要用，不用这个汤，不，现在就是说汤里面放点料酒，然后放上2个小葱，再是呢，我们切2片姜片，好，来点姜片，往里面煮一会儿，然后呢，我们再稍微加点盐，来点盐。我们现在整体给这个汤调味，我们要做什么？汤调味来煨这个草鱼。我们要把一份草鱼肉放里面去煨它。对。哎呦，原来就用这个汤就可以了。其实你可以就是怎么讲，拿一个盆儿，把这个草鱼放在盆里面，干净的盆，这个水烧开了以后，你倒到里面去，盖上盖子，这样也非常方便。焖一下。如果说感觉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子，先拿出一块鱼肉，感觉熟不熟？不熟的话，把这水倒出来，再烧开，再灌进去，可能1分钟就 OK 了。把这个火关小了它，稍微呢小火的，对，稍微加一点点水，就是水沸了之后呢，再来一点点水补进去，不要让它烧开了，不要让它烧开，就始终保持在70度左右。不止70度，这估计得水烧开是100度，100度，对，这个大概在95度，90到95度，临近沸腾的这个度数，然后再把鱼片放进去。对，就有点像我们下饺子的时候打了一点水一样的。没错，就是不让它冒泡了。其实要说起今天做草鱼哈，我觉得之前没有腌，还算是咱们北方人不太习惯。咱北方一般做草鱼都会提前把它腌一腌，对，抓一抓，而这道菜不需要了。也可以。你如果说感觉说太腥的话吧，你可以先腌一下。我们要浸多久？这时候我们的火已经停了，一般的话浸它2分钟，然后我们稍微滴点油。今天用的油呢也是健康新时代给您重磅推荐的，那就是青岛胡记花的古法小炸花生油，它是用古代压榨油的工艺做出来的，有浓浓的花生香味，非常适合家庭烹饪。好，来一点底油，然后葱姜蒜，先把葱姜蒜一炒香了它。好，我们那边做菜有个特点，喜欢用料酒喷香我们一般用老酒。我们感觉料酒后放，你都是先放，就是先在锅热有油的时候把它激出来味道。烹然后您现在来一点汁，来点水，或者家里有什么高汤啦、什么骨头汤啦，都可以。然后来点酱油，酱油，一点盐。盐不是很多，不是很多，白糖可以稍微多一点，因为是糖醋的嘛。糖醋能这么多白糖？一般情况下偏酸还是偏甜这个还是根据您口味。如果说你想就是正常的话，一般就是放多少糖，您放上多少白醋，放多少醋，糖跟醋的比例是1比1的。这时候呢，把我们这个红辣椒最后放的因为早放进去的话可能会煮的不好看，对，那个颜色就不好看了。脆眼对。然后勾点水淀粉。来的水淀粉淋上去，打芡。你看，这就是真真正正的我们想要的那种汁，非常浊的，然后非常厚实的感觉。这时候呢，把火关小了。我们勾水淀粉的时候，火力是不用管它的，是吧？对，火不用管它勾完以后，你可以把它打小了它。你看，就这样。然后这个时候呢，感觉颜色不够，我们再滴点老抽。最后来。我们再放一点点老抽下去，对，最后来调色，真的就变得非常红。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放点胡椒粉，您可以多放点胡椒粉，为什么呢？胡椒粉能够去这个腥味，因为吃鱼嘛，你可以在刚才这个汤里面呢，也可以加一点然后在那边呢，再把它泡了2分钟左右的鱼给它取出来。对，取草鱼的时候一定千万要注意一点。轻一点，不然的话它都会碎了。如果说不放心的话，你可以稍微用筷子试一下，摘一摘，感觉一下熟不熟，轻轻的穿透了，就说明说是熟了。好嘞，您看到了，现在我们所有的鱼片呢都捞上来了，而且铺在我们的粉丝上面。现在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芡汁呢淋在刚才呢软溜过的鱼片上面，这是给鱼呢上滋味的过程。是。想想这种酸酸甜甜的汁儿，肯定很好吃。想想啊，这个鱼呢这么清淡，也没经过油炸，也没经过煎的方式，营养都在里面。吃的时候呢，不仅能瘦身，而且还是有营养的，比较有营养。我们今天这个汁稍微可能有点少，可以多做一点汁。您可以来拌这个面条，或者拌这个粉丝来吃。没错，刚才大嘴这么一闻呢，恍惚之间闻到了一点点泡椒的味道，估计是这个酸酸甜甜的汁和这辣椒完美的融合出来的感觉。那吃在鱼肉上面有什么样新的体验呢？我们3个一起来尝一尝。
感觉这个鱼肉怎么样？非常嫩，而且没有土腥味儿了，对，酸酸的听起来。而且你乍一看呢，你看不出来它这个味道是特别甜的那种，而这道菜吃起来真的是甜味还是主要的一个味道的，随后是一种酸酸的，然后整个是一种比较复合的感觉。对，